今天我们来聊聊近期在欧美非常流行的一种饮食风潮——无麸质饮食。有人说不吃面粉，身体会更好，这听起来很诱人，但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在美国街头，不少咖啡馆和餐厅的菜单上都标注着提供无麸质选项。打开社群媒体，你会看到网红们热烈分享无麸质食谱和心得。无麸质饮食仿佛已成为一种时尚宣言。然而，无麸质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会被认为有益健康？难道我们的祖先吃了几千年的面包、面条，如今却突然变成了健康公敌吗？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看看这股无麸质风潮背后的科学与真相。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麸质。简单来说，麸质是存在于小麦、大麦、黑麦等谷物中的一种蛋白质。或许你对这个名词有点陌生，但你一定吃过含有麸质的食物，面包、面条、饼干、蛋糕、披萨，甚至一般酱油和啤酒里也都有它的身影。当我们在揉面团时，加水揉搓之后，面团会变得有弹性，能拉伸。这就是麸质在起作用，它像粘胶一样把面粉中的成分网络起来，使得面包蓬松有嚼劲。事实上，麸质这个词在拉丁语中意为胶，凸显了它能使食物成型的特性。有了麸质，烘焙出的面包才不会一碰就碎，而是具有筋道的口感。几千年来，含麸质的谷物一直是人类饮食的基石。约1万年前，人类在中东的新月沃土开始栽培小麦，开创了农耕文明。此后，麦子成为许多古老文明的主要粮食。古埃及人称面包为生命之杖。中国也有南米北麦的说法，表示北方人世世代代以小麦为主食。从中东的面饼，到欧洲的法国面包，再到东亚的馒头、面条，小麦、面粉制成的主食哺育了无数世代。甚至在中国传统饮食中，还有一道以纯麸质为原料的传统食品，叫做面筋或烤麸。做面筋就是把面粉加水不断揉洗，把里面的淀粉洗掉，只剩下富含麸质的弹性物质，再将它烹调成菜肴。上海菜中的红烧烤麸、寺庙斋菜里的素鸡等，都是用麸质做成的美味。可见在过去，人们不但没有把麸质视为洪水猛兽，还直接把它当成可口的菜肴来享用呢。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麸质这么长久以来都是人类的好伙伴，如今反而有人谈肤色变，认为它碰不得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一种特殊的疾病谈起。乳糜泻也叫麸质不耐症，这是医学上确认的麸质真的会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的情况。乳糜泻并非一般的食物过敏，而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在乳糜泻患者体内，麸质会诱发免疫系统的错误反应，把小肠黏膜当成敌人来攻击。简单打个比方，麸质对这些患者而言，就像潜入城堡的内鬼，引得守卫免疫细胞大开杀戒，却误伤了自己的城墙——小肠绒毛。小肠绒毛一旦被破坏，营养吸收就出现障碍，因此乳糜泻会导致一系列症状：慢性腹泻、腹胀、体重下降、营养不良，严重时还可能贫血、骨质疏松。儿童患者甚至发育停滞，长不高。更险恶的是，因为长期营养吸收受损，患者常常显得骨瘦如柴，却腹部膨大，看起来就像饥荒中的难民。过去因此还有个俗称叫米糠症，因为当时人们误以为是吃了米糠导致的病，其实是将糠和麸混为一谈。在20世纪中叶以前，乳糜泻对孩童而言往往是致命的。由于当时医学界对这种病的成因一无所知，没有有效疗法，不少患儿在幼年就因严重营养不良而夭折。转捩点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军占领下的荷兰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史称饥饿的冬天。
在食物极度短缺的情况下，许多城市居民吃不饱饭，连郁金香球茎都被磨成粉来充饥。在海牙市的朱利安娜儿童医院里，一位名叫威廉·迪克的儿科医生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那些患有乳糜泻的孩子，在这段几乎吃不到面包的日子里，症状反而比以往减轻了。虽然大家都在挨饿，但没有了面粉食物，他们反而停止了腹泻，鼓起的肚子消了下去，精神状况有所改善。这让迪克医生产生了怀疑：难道一直以来伤害这些孩子的祸首正是平日的面包吗？1945年4月，战争逼近尾声，盟军开始空投食物到荷兰。随着粮食供应恢复，面包重新大量出现在人们餐桌上。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迪克发现原本有所好转的乳糜泻患儿，在恢复进食面包后不久，又纷纷出现严重腹泻和营养不良的症状，甚至有人病情急转直下。相反，在最缺粮的那几个月，这些孩子的死亡率反而降到了近乎零。对照战时与战后的情况，迪克几乎可以肯定，小麦制品，也就是其中的某种成分，正是引发乳糜泻的罪魁祸首。这场残酷的自然实验为寻找乳糜泻的病因提供了关键证据。战后，迪克医生和同事们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点。透过严格控制饮食，只要让乳糜泻患者完全不吃小麦、黑麦、大麦等含麸质的谷物，他们的肠道就能慢慢愈合，病情显著改善。换言之，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终身遵守无麸质饮食。自此之后，无麸质饮食作为乳糜泻的疗法，在医学界确立了地位。20世纪50年代开始，医生们指导乳糜泻患者严格忌口含麸质的食物，过去致命的绝症变成了可控制的慢性病。时至今日，乳糜泻已知是一种具有遗传易感性的终身疾病，在欧美人口中约占 1% 左右。别看 1% 似乎不多，但放在整个社会也是数以百万计的患者。对这些人来说，一丁点麸质都会带来大麻烦，免疫系统会瞬间发动友军误伤，攻击自己的小肠，让他们饱受痛苦。因此，他们对含麸质的食物避之唯恐，不及一点面包屑或一小块饼干都可能引发数天的腹痛、腹泻。以上这两类人，乳糜泻患者和严重小麦过敏者，是真正必须执行无麸质饮食的人群。他们不吃面粉，不是赶时髦，而是出于切切实实的医疗需要，马虎不得。如果故事到此为止，无麸质饮食也就是专属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跟大多数人其实没什么关系。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除了上述明确诊断的患者外，还有一些人声称自己对麸质过敏或不耐受，但检查后又发现他们并没有乳糜泻那样的免疫标志，也没有典型过敏反应。这种现象被称为非乳糜泻麸质敏感，也就是说，他们吃了含麸质的食物后会觉得不舒服，常见的是肠胃症状，比如腹胀、肠绞痛以及疲倦、头痛或注意力不集中等。但他们的肠道并没有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医学界对这类麸质敏感的成因还在研究中，有专家怀疑，真正让这些人不适的元凶可能不是麸质，而是小麦中的其他成分。小麦和黑麦等谷物含有一组称为 FODMAP 的碳水化合物，部分人体内缺乏消化它们的酶，吃多了会产气、腹胀，从而引起不适。换句话说，一些自认麸质敏感的人，其实可能是对小麦里的某些难消化糖类敏感。也有科学家指出，心理因素可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当一个人坚信自己对某种食物敏感时，身体在紧张暗示下，也许会表现出症状来。这并不是说他们装病，而是心理与生理密不可分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确实有少部分人，比例不高，在排除了乳糜泻和过敏后，
只要不吃含麸质的食物，就感觉身体轻松不少。对这些人而言，无麸质饮食似乎也有一定益处，尽管机制还不清楚。另外，还有一些肠胃疾病如肠燥症的患者，医生有时也会建议他们尝试无麸质饮食，看看能否减轻肠胃不适。总之，除了真正的乳糜泻和过敏患者，现实中确实存在另一群人没有医学诊断依据，却主观感觉麸质使自己不适，他们也开始对麸质敬而远之。然而，让无麸质饮食在全球爆红的原因，远不止上述这些对麸质有生理问题的人。真正让这种医疗用饮食变成大众潮流的，是流行文化和市场力量。21世纪初开始，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西方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观念，就算没有乳糜泻或过敏，少吃麸质也对健康有益。这个想法最初或许只是少数人的假说，但很快透过畅销书、电视节目和网络媒体传播开来，成为一股热潮。2011年，一本名为《小麦肚子》的畅销书在美国引发轰动。作者声称，现代人很多健康问题都要怪罪小麦，甚至说小麦是制造肥胖和疾病的元凶。差不多同一时期，另一本热门书《脑袋救星》也把麸质与脑部退化、发炎等问题联系起来，认为饮食中的麸质可能导致各种慢性疾病。这些耸人听闻的理论透过媒体广泛传播，在缺乏营养知识的公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一时间，不吃面包、不吃面，仿佛就等于更健康、更苗条。再加上许多名人推波助澜，例如一些好莱坞明星宣称自己为了保持身材和肤质而奉行无麸质饮食，还有知名运动员如网球名将乔科维奇也公开表示自己对麸质不耐，改采无麸质饮食后体能状态更佳。这些故事让大众更加笃信不吃面粉身体会更好。于是在2010年代，无麸质饮食从医疗营养方案逐渐演变为欧美的大众时尚。调查显示，在无麸质热潮最高峰时，美国曾有接近30%的成年人表示他们主动在避免或减少麸质的摄取。要知道，真正患乳糜泻的人不到人口的1%，这意味着许多完全不需要的人也加入了无麸质行列。这种现象甚至有了专门的称呼 PWAG， 意思是没有乳糜泻却回避麸质的人。201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正式颁布了无麸质食品标示规范，要求食品产品只要声称无麸质，就必须将麸质含量控制在20百万分之一以下。于是从那一年开始，各大超市的货架上突然出现了铺天盖地的 gluten-free 标签食品，从面包、饼干、意大利面到谷物棒、沙拉酱，甚至连本来就和小麦无关的瓶装水、马铃薯片都标榜起不含麸质。食品商显然意识到，在产品包装上印上这3个字母，往往能吸引更多消费者，因为许多人已经潜移默化地将无麸质和更健康画上等号。事实上，营养专家指出，这是一种错误认知。无麸质只代表没有某种可能引发特定人不适的成分，并不代表食品更营养、更低热量或更健康。就像标签不含花生只是对过敏者有意义，对一般人并不表示那食物比较优质。然而，在铺天盖地的市场宣传下，无麸质渐渐被赋予了额外的健康光环。一些食品公司乐于利用这种迷思，把无麸质当作噱头，扩大商品销售对象。媒体的推波助澜也功不可没。可以说，无麸质狂热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一场饮食行销的副产品。有人打趣道，几十年前流行过无脂肪、热，后来又兴起低碳水潮，如今则轮到无麸质成为风向标。许多消费者并不真正了解麸质是什么，就一窝蜂地认定少吃总没坏处，于是这股风潮愈演愈烈。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没有乳糜泻或过敏的一般人而言，奉行无麸质饮食到底有没有实质好处，还是说它其实只是场跟风游戏，甚至可能暗藏健康隐患？接下来我们就从科学研究中寻找答案。幸运的是，近年来科学界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少研究，足以让我们抽丝剥茧，看清真相。首先，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一个健康人仅仅因为不吃麸质就会变得更健康。2019年的一项研究指出，没有发现无麸质饮食能降低非乳糜泻人群的炎症指数，也没有证据证明它能提升运动员的表现。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乳糜泻或特殊疾病，光靠戒麸质本身并不会让你突然变得更不容易生病或体能爆棚。其次，无麸质饮食可能带来一些潜在的营养隐忧。由于含麸质的谷物，特别是小麦，是现代饮食中许多基础食物的来源，完全不吃它们就必须小心从其他食物中获取其营养。以膳食纤维为例，全麦制品富含纤维，有益肠道健康，但许多无麸质食品是用精致的米粉、玉米淀粉、木薯粉等制成，这些原料往往纤维含量不高。一些研究发现，无麸质面包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普通面包低，而脂肪含量更高。无麸质饼干、蛋糕等加工点心则常添加更多糖和油来模仿口感。2021年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许多无麸质加工食品相较对应的传统食品热量更高，纤维更少，含盐和含糖量也更高。长期食用这些无麸质替代食品，反而可能增加肥胖和代谢问题的风险。对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取也要留意。一般市售面粉常添加铁质和叶酸等营养强化剂，但无麸质替代品，如米粉、木薯粉等，通常没有强化这些营养。所以营养师指出，长期奉行无麸质饮食的人，反而更容易出现铁质或叶酸摄取不足。如果没有特别注意均衡饮食，他们可能面临贫血或其他营养缺乏的风险。再谈谈体重控制的观点，不少人是为了减肥开始无麸质饮食的，因为直觉认为不吃面包、面条就会瘦，但现实并非如此简单。如果一个人透过无麸质饮食减少了热量摄取，他的确可能瘦下来，但那多半是因为他总热量降低或者饮食结构改善，并不是麸质这个成分本身让人发胖。相反地，一些研究以及营养门诊的案例显示，奉行无麸质饮食的人有时反而会发胖。这通常发生在那些用无麸质加工食品替代原本食物的人身上。举例来说，原本早餐吃2片全麦吐司的人改吃无麸质松饼，却不知道无麸质松饼为了增加粘性和风味，往往添加了更多油脂和糖，热量甚至更高。再比如，原本吃一碗意大利面，他改吃无麸质的米粉或玉米面，如果分量和调味不变，摄取的淀粉和热量其实相差无几。这种情况下，体重怎会下降呢？所以，无麸质饮食本身并不是减肥的保证书。不少人以为不吃麸质等于不吃碳水，其实大错特错。米饭、玉米、马铃薯这些都不含麸质，但淀粉和热量一样不少。如果不控制总热量，无麸质饮食一样会摄入过多热量而发胖。也许你会说，可是我朋友真的因为戒麸质而瘦了，状态也变好了呀，这是怎么回事？答案在于无麸质饮食本身没有魔法，重点看你怎么做。如果一个人因为无麸质而顺带戒掉了许多高热量的垃圾食物，改吃更多天然的蔬菜、水果和优质蛋白，那他的健康状况确实会改善。但关键不在无麸质这3个字，而在于他吃得更简单、更天然。无麸质饮食的好处，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它逼着人们少碰饼干、蛋糕这类高糖高油的点心，饮食自然清淡健康了。然而，如果另一个人只是用无麸质饼干替代普通饼干，用无麸质蛋糕替代普通蛋糕，
那他的饮食本质上并没有变健康，甚至可能因为那些无麸质点心额外添加的糖和油，让情况更糟。所以无麸质饮食的效果如何，很大程度取决于你如何执行，以及你本来的饮食状况。如果你本来饮食就很均衡，也没有把面包甜点当主食，那硬要把麸质拿掉，其实只是缩减了你能选择的食物种类，未必能给你额外的健康加分。还有一点需要澄清，麸质本身对一般人并不是毒药。网络上流传一些说法，把麸质形容得很可怕，譬如麸质会引发全身发炎，麸质让人脑子变糊涂等等。但科学研究并没有证明麸质对没有乳糜泻的人会带来这些广泛负面作用。相反，全谷类，包括含麸质的谷物，如全麦，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大量研究显示，经常摄取全谷类的人群，心血管疾病风险更低，体重管理更容易。一些专注长寿饮食的科学家也指出，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长寿地区，他们的居民日常主食就包括含麸质的谷物，例如地中海饮食中有全麦面包，撒丁岛的100岁老人也吃小麦制品。可见，把麸质妖魔化其实有失偏颇。我们不能因为有极少部分人不适合，就认定它对所有人都不好。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如果你怀疑自己对麸质有问题，正确的做法是先去医院检查相关的乳糜泻抗体或过敏测试。在没有诊断之前，不要自己先盲目的完全戒除麸质。要知道，如果你已经自行长期不吃麸质，等到要做检查时，反而不容易确诊。因为检查乳糜泻需要在有麸质摄入的情况下观察免疫反应，先确定问题，再对症下药，才是理智的态度。千万不要人云亦云，跟着风潮走。医生们提到，过去几年有不少人自己认定我一定是对麸质过敏，于是开始无麸质饮食，但后来发现症状其实另有原因。比如，有的人真正问题在于肠胃对乳糖或高脂食物敏感，结果错怪了麸质。还有的人后来发现，让他肠胃不舒服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小麦中的 FODMAP， 而不是麸质本身。所以，如果没有正确诊断，就贸然排除麸质，有时反而可能延误找到真正病因的时机。无麸质饮食的风潮至今已流行10多年，对社会产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影响。一方面，因为大众需求增加，如今即便在非西方国家，也越来越容易找到无麸质食品。对真正需要的人，乳糜泻患者来说，这无疑是好事。想象20年前，一个乳糜泻病人在一般餐厅里几乎无菜可点，因为很多酱料、汤汁可能都使用了面粉勾芡。而现在，不少餐厅已标示菜色是否含麸质，甚至提供特制的无麸质餐点，让这些人也能安心的外出用餐。食品工业方面，各种以米、大豆、玉米、藜麦等为原料的无麸质产品纷纷推出，选择日益丰富多样，也改善了过去无麸质食品口感差、种类少的困境。可以说，大众趋之若鹜的潮流，在无意之中帮助了那一小群真正不能碰麸质的人，让他们更容易融入美食世界。可是另一方面，正如每枚硬币都有两面，当无麸质变成流行，有些人反而开始不把它当回事。比如，有些餐厅老板或服务生看到很多客人点无麸质餐，却其实并非出于医疗需要，就误以为所有要求无麸质的顾客都是矫情，或者为了减肥跟风。因此在烹调时没有特别注意避免麸质污染。要知道，对乳糜泻患者来说，哪怕菜刀砧板上残留一点点面包屑，都可能引发严重反应。但有些厨师可能不理解这点，觉得哎呀，一点点没关系啦，结果反而让真正有病的人更难获得安全的餐饮服务。这听起来很荒唐，却是现实中发生的情况。无麸质在一些人眼中被视为儿戏，
正是因为太多人把它当成一种时尚选择，而不是严肃的医疗需求，这对必须严格禁麸质的患者而言，无疑是一种新的隐患。此外，由于过去10年大家狂热追捧无麸质，不少人是在没有医师指导下自作主张改变饮食，有些可能没注意营养均衡，反而导致新的健康问题。这也给医疗专业人士带来了新的教育挑战。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不吃面粉，身体会更好吗？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做出相对客观的回答。如果你属于那小部分必须严格远离麸质的人，例如乳糜泻患者，那不吃面粉对你当然是百利而无一害的，简直是救命之举。但如果你和绝大多数人一样，身体对麸质安然无恙，那么仅仅不吃面粉本身并不会让你变得更健康。想拥有更好的健康，我们需要的是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睡眠等全方位的良好生活习惯，而不是迷信少吃某一种天然存在于粮食中的成分就能带来奇迹。毕竟，人类从远古以来就与面食为伴，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一代代吃着含麸质的谷物，繁衍生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麸质并非洪水猛兽，而且透过全谷食物还能为我们提供宝贵的营养。当然，每隔一段时间，社会上总会兴起新的健康潮流，把一种原本平平无奇的食物成分贴上好或坏的标签。我们不妨保持平常心，冷静审视科学证据，了解自己真正的需求，对各种流行的说法多一分怀疑，少一些盲从。在营养学上，很少有绝对的好与坏，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最后总结一句，无麸质饮食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一些人确实是必要而有益的，但对另一些人可能只是没必要的束缚。如果你没有医学上的禁忌，为了健康大可不必与全麦面包、意大利面这些美食绝缘。相反，你更应该专注于整体饮食的均衡，多选择天然未加工的食物，控制精制糖和油脂的摄取。这些努力对健康的注意远远大于刻意不吃麸质。不要让一时的风潮蒙蔽了双眼，也不要因为亲友的一句分享就人云亦云。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情况都不尽相同，谨慎寻求专业建议，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之道，比追逐任何单一流行饮食都来得重要。总而言之，对大部分人而言，麸质就像生活中的老朋友，只要懂得适度与平衡，它不会突然把我们害得体无完肤。而如果你真的与它相克，也不必沮丧。现代社会已经为你准备了丰富的无麸质选项，让你不用麸质也能好好享受美食。健康的真谛从来不是单打一，愿我们都能理性饮食，吃得明白，吃得自在，既享受美食，也拥有健康的身体。